可在领证当晚，他身边的女助理却给我发来一份离婚协议和一份录音。录音里是魏林的声音，在你一份离婚协议，时间定在他生下孩子之后。他以为我会哭会闹，所以好心的制定了对我的补偿方案，但我什么都没做，反而在他摊牌前主动签订了离婚协议。从产房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睁开眼，身边只剩下妈妈还守在病床前，她眼眶微红，却还强笑着问我：“是个男孩，你要不要看看？”我心口绞痛，却果断摇头：“不看，要断就断得干净一点。”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我看到门口有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，我疲惫地眨了眨眼，又睡了过去。半梦半醒间，听到魏林冰冷的声音：“你女儿既不漂亮，也没那么好，还没这个资格让我吃回头草。1个月前，妈妈在与本家的斗争中落败，导致父亲让他代理的公司亏空，欠下巨额债务。魏林却在这时连哄带骗的低价收购了妈妈手中的股份，切断了他唯一的退路。他到底是逐利的商人，与我之间那点微薄的感情无法让他停手。如果不是我阴差阳错怀了孕，我也不过是他可有可无的床伴。所以我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，以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为筹码，让他解决了妈妈捅出的窟窿。他强势又自傲，自然无法忍受我对他的威胁。可最后，在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，当着他的面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，他阴沉的脸却出现了皲裂。他说：“沈瑜，原来你才是最狠心的那个人。”在医院休养到能下地的时候，我便带着妈妈去了国外。出发前，魏林的女助理找了过来警告我。女助理五官明媚，身材高挑，是魏林一贯喜欢的类型。她冷冷地看着我说：“因为你的妈妈，魏总花费了多少金钱和人脉，希望沈小姐有自知之明。魏总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，所以希望沈小姐离婚后别再幻想用孩子的名义来绑架她。”我平静地说了声好，而魏林自始至终没有出现，只是给我发来了他给妈妈预约的医生的资料和信息。我与他结束的还算体面，所以我礼貌性地给他回了个谢谢，之后便再无交流。妈妈的病是在8个月前确诊的，已经是晚期，就算有再好的条件治疗，也熬不了多久。这也是他豁出一切跟本家斗争的原因。他想让沈家承认我，给我留下一生无忧的保障。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的病，只觉得夹在他与沈行之间很是窒息。与魏林在一起是我唯一可以逃避现实的时候。可最后伤我最深的也是魏林。在我跟他滚到一张床上之前，他并不认识我。我喜欢他的6年，是暗恋的6年。后来他回国，在一次商业聚会上被人下了药，我正好在那场聚会上，忐忑不安地把自己送上了门。我知道我不是魏林喜欢的类型，过于娇小内敛，既没有遗传到妈妈的美丽，也没有遗传到父亲的高大。可魏林与我的床上关系还是延续了下来，我因为这一点而沾沾自喜，甚至觉得魏林没准也是喜欢我的。直到我发现自己怀孕，隐秘而期待地问他：“要是我怀孕了，你会不会跟我结婚？”他含着漫不经心的笑，说出的话却薄凉：“不可能，沈瑜，我不可能跟小三的女儿结婚。”这句话犹如当头一棒，戳破了我自以为是的美梦。我预约了流产手术，删掉了魏林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他却在我上手术台的前一刻找了过来，冷静地说：“沈瑜，生下孩子，我们结婚吧。”4个月后，妈妈还是死了。我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平静地处理了妈妈的身后事。以前妈妈总让我争气一点，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并不认同她的话，甚至觉得她只是利用我来满足她自己的欲望。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说，那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无条件爱我、包容我的人不在了。我再也无法任性下去。魏林发消息问我回国了吗？他生病了，一直没有好，可能是想你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没有回他，
确诊抑郁症之后，我按照医生的建议，尽量让自己忙起来。我去了很多国家，认识了很多人，看了很多风景，才把那股毁灭自己的冲动压下。沈行打电话跟我说，魏林一直在找我，问我要不要帮我掩藏行踪。我沉默片刻，才说：“麻烦你了，哥哥。我不认为魏林是对我余情未了，他做事向来干净利落，此时找我，估计还是咽不下最后被我抓住命门威胁的那口气。但我自认跟他已经两清，也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，因此我干脆摒弃掉之前的一切，在国外生活了下来。若不是沈行告诉我爷爷去世，让我回去参加葬礼，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国。这是我第2次来到本家，一进入灵堂，便有好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是那个小三的女儿吧？平时不见人，沈爷爷死了就知道回来分家产了，可不是吗？跟他那个得寸进尺的妈一样，他一个私生女，妈妈又死了，沈家怎么可能给他分家产？我早就习惯这样的议论声，平静地跪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。在这个家里，除了沈行，就只有沈爷爷对我还算好，可他也跟妈妈一样离开了。我压下心里的悲凉，起身，眼角余光却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魏林。他眼眸漆黑，没什么情绪地看着我。我与他对视片刻，平静地移开目光，他却在满师的注视下朝我走过来，淡淡地问：“还好吗？”就像我第1次遇见他的时候一样，那时父亲与他的妻子赌气，堂而皇之地带着我和妈妈出现在沈家筹办的聚会上。妈妈趁这个机会把我推了出去，让我与其他家族的名门子弟交往。可我一个私生女，又怎么可能入得了他们的眼？我局促地站在他们面前，只能听到他们的嘲笑奚落。小三的女儿也配跟我们坐一起了？沈家就这么不识相？不然怎么说是小三呢？这里没人欢迎你，还不要脸地上赶着凑过来。只有魏林倚靠在沙发上，极轻极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一群人欺负一个小姑娘好玩吗？”他话音落下，其他人便识相地闭了嘴。我朝他看过去，只能看到他隐在黑暗里的半张脸。或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可怜，他轻轻啧了一声，招手道：“过来。”然后递给我一杯温热的牛奶。我坐在他身边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木质调香，躁动不安的心奇迹般的平静下来。“还好吗？”魏林又问了一遍，周围针对我的窃窃私语声早就停了下来。我回过神，说：“还好。”魏林没有再说话，和我一起走到外面。“不问问孩子吗？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，语气低沉。我想说没什么好问的，但内心的殷切还是让我问了出来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魏林嗤笑一声：“大名魏鱼，小名魏跑跑。”我实在无话可说，我朝他点了点头，准备离开。魏林一把拉住我：“你不想见见他？”他手心的温度在这寒冬腊月的天气显得格外灼热。我垂下眼眸，想要甩开他，可他握得很紧。我有些无奈，只能淡淡道：“没什么好看的。”魏林一愣，慢慢松开手，又变回我熟悉的冷漠表情。“沈瑜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狠心。”我不懂他言语里的怨怼从何而来，可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和魏林纠缠的1年里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渴求他的爱，甚至在听到他筹划离婚协议的时候，我都想要问问他，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爱我。可随着妈妈的死去，这一切慢慢变得不重要起来。魏林离开后，沈行找了过来，我动了动嘴唇，慢慢喊了句：“哥哥。”沈行打量我片刻，道：“属于你的那部分资产，我会转移到你名下。”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倚在门口的沈行妈妈，她面无表情，在触及我的目光时，轻微地皱了皱眉。我不知道沈行是怎么给我争取到的这份资产的。我无措地揪着衣角，低声说：“谢谢。”沈行叹了口气：“魏林找了你这么久，如果你愿意，你们还是可以重新开始。这次我会以沈家的名义。”我打断他：“我不愿意。”沈行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喜欢魏林6年的人，有劝和的想法也不奇怪。可王者不可见，
来者犹可追，我无意沉湎过去。沈行没有多说什么，目光落到我手腕上的伤疤上，半晌，轻声道：“沈瑜，好好活着。3天后，我重新回到国外。”乔景为了欢迎我，特意为我做了顿丰盛的大餐。他是我旅途上认识的人，同行了一段时间，知道我在这定居后，租下了我对面的房子。理由是旅行久了，也想停下来歇一会。我自然不认为他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但有一个朋友可以说说话，我还是高兴的。吃完饭，乔景将打算留下来洗碗的我推了出去。你看你这黑眼圈，在国内没睡好吧？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他的言语温柔，推我离开的动作却坚定。我笑了笑，跟他说了声谢谢。回到家，我没有开灯，安静地躺在床上。乔景说对了，我在国内确实没有睡好，可不仅仅是在国内，自从妈妈离开，我再没有睡过一个好觉。我拉开窗户，想要透口气，楼下有一个红点一明一灭地闪着光。国外本就人少，这里又是郊区，今晚却有人在楼下抽烟，也是稀奇。我看着那个红点，描绘着那人在黑暗中的轮廓，居然慢慢地睡着了。睡到一半，又做起了梦。梦里是怀孕后，我跟魏林住到一起的生活。他说要结婚，实际并没有婚礼，更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只不过花了9块钱领了证。可那时候我看着手里的红本本，还是很高兴。住到一起后，魏林表现得很体贴，会给我按摩酸痛的四肢，会在我身边24小时待命，也会因为我一句话，深更半夜驱车几10公里去给我买想吃的烤鸭。可这一切都毁在他打给助理的那个电话上。在你一份离婚协议，时间定在他生下孩子之后，我会给他一笔钱作为补偿，条件是他不能再见那个孩子。他会答应的。沈家不会承认他们母子。醒来时，天光大亮，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往窗外看去，只看到地上的一地烟头。乔景是个很有名的画家，听说他的一幅画能卖到几十上百万。我也看过他的画，说实话不是很能看懂，但能看到他画中积极向上的生命力，我莫名有了兴趣，便透露了想跟他学画画的意思。乔景很惊喜，可以啊，没想到你会对画画感兴趣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只是想找点事情做而已，不会让你白教的，我可以付学费。乔景无所谓的摆手，理由不重要，只要你想学，我就可以教，但学费就免了。我不缺那点。我跟他对视一眼，他眼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，我不愿深想，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。乔景对当我老师这件事很认真，他带我画朝阳落日，画虫草花鸟，画可以看到的一切。他说这是捕捉美好的瞬间。我干枯的内心慢慢变得丰腴起来，直到我画出第1幅画，乔景很惊讶，画得很不错，你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，难道以前没试着画过吗？我摇摇头，其实是画过的，而且很喜欢。可妈妈跟沈行的妈妈斗了一辈子，不愿意我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爱好上。他希望我跟他同仇敌忾，最好能让沈家承认我们。在他的督促和周围人的嘲讽声中，我最终还是放下了画笔。乔景严肃地跟我说，要坚持画下去，你一定能出名的。我不想辜负他的好意，只说好，我会的。当个画家嘛，那也不错，算是重拾儿时的梦想吧。我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记录我画下的画，慢慢的居然真有了几分人气。底下的评论都是什么太太好棒，天哪，是宝藏太太之类的。我看着这些评论很开心，第一次感受到互联网带给我的力量。甚至在某个晚上，有人私信找到我，问我接不接单。我笑了，问他要画什么，对面沉默片刻，说画我的儿子，随后给我发了一张婴儿的照片。我妈撒着手机上的婴儿照片，陷入了沉思。对方给钱很大方，远远超出我这个水平的市场价。我犹豫了一会，还是说可以，有钱不赚是笨蛋，更何况还是这么多钱。我接了单，给他画了第1张画，对方很满意，
转账的时候又加了不少。从那以后，他像是认定了我，不断下单发照片让我画，都是那个婴儿的照片。我看得出，那是一个婴儿从出生到长大的过程中拍下的照片，从镜头都可以看得出拍摄者对这个孩子的爱。每画完一张照片，我都有一种参与了这个孩子成长过程的错觉。画到第11张的时候，对方下单的频率慢了下来，第12张照片迟迟没有发过来，我也没有问，只是偶尔会去翻看之前的那11张。乔景跟我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的画工突飞猛进，在他嘴里我已经变成了不识出的天才。我莞尔，还得多亏乔老师的教导。乔景也笑了，小鱼，你最近笑得越来越多了，也许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。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简直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，笑起来也满是忧伤。他感慨着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我在他炙热的注视下垂下眼眸，没有说话。乔景却突然抓住我的手，紧张地说：“小鱼。”我话未说完，就被身后传来的声音打断。沈瑜，声音冷淡低沉。我回过头，不出意外地看到了魏林。他缓步走近，深不可测的目光落到乔景身上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抛夫弃子，我来找你要个说法。”乔景意识到来者不善，牵着我的手就打算离开。魏林抓住我另一只手，声音冷若寒冰。他还没说话，你凭什么带他走？乔景气急。我是他朋友。魏林沉默了一下，嗓音平缓：“我是她老公，我们还有一个孩子。”乔景哽住了，看向我。我甩开魏林的手，淡淡的说：“魏林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不等他说话，我反手拉过乔景，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身后一直有一道目光追随着我，可我一次也没有回头。回到家，我无视乔景欲言又止的眼神，跟他道了歉，便将自己关在了房子里。到了深夜，又有人在楼下抽烟，我看了一会，闭上眼睡了过去。结果第二天一大早，就有人敲我的门。我打开门，看到了魏林以及他身前推着的婴儿车。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落在那个宝宝上面，他很可爱，咬着奶嘴，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冲我傻乎乎地笑了起来。魏林任由我看了半天，才开口，不放我们进去坐坐。我如梦初醒，下意识地侧开身体放他们进来。魏林进了门，熟练地将宝宝抱到沙发上，从袋子里掏出他的玩具递给他，之后又拿着奶瓶走到厨房冲泡他的奶粉。我沉默地看着魏林做着这一切，目光在宝宝身上游移。他看起来很聪明，可能是到了新环境，眼睛滴溜溜地打量着四周，像在思考。魏林走出来，拿掉他的奶嘴，将奶瓶挂他脖子上，这才看向我。为什么不和他玩？僵硬的脊背开始一寸寸回暖。我缓慢地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捏了捏宝宝柔软的手心，他立刻就笑了，抬起我的手，用脸颊蹭了蹭，专注地看着我，跟撒娇一样。哇呜哇哦呜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魏林眸色沉沉，嗓音微哑：“沈瑜，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。”我惊讶地抬头，张了张嘴：“现在签也来得及。”魏林气笑了：“要是我不想签呢？”我没有说话，逗弄着眼前拍着手笑没了眼睛的宝宝。有了宝宝的笑声，气氛变得不再那么僵硬。魏林说：“他很喜欢你，你可以多跟他相处相处。”我仍是沉默着，试探着抱了下宝宝。他没有抗拒，甚至主动撅嘴亲了亲我。看到我惊讶地捂着脸，又笑着露出2颗刚长出的小白牙。魏林神情微缓：“我还有个会议，今天你来照顾他，中午我再过来。”听到他离去的声音，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但看到魏林离开，宝宝眨了眨眼，一脸快要哭的表情。我有些惊慌，用尽全身力气哄他，所幸宝宝很懂事，最终还是没有哭，抱着奶瓶吸了2口，又蹭了蹭我的脖子。我看着他，心软得一塌糊涂，怎么看都觉得看不够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我不是一个好妈妈，怀胎10月生下的宝宝，
还没出生就被我当作筹码交易了出去。魏林说我狠心，连见他一面都不肯。可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怕见他一面就想见第二面、第三面，然后像当初渴望魏林的爱一样，渴望一个已经不属于我的孩子。我不想再这样，只能逼自己不要回头。我掏出手机，对着宝宝拍下了他的第12张照片。魏林回来时，我正对着宝宝画画，我唇角带笑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舒缓。魏林注视了我一会，提着大包小包将我空旷的冰箱塞满。他做了饭菜，一份给我，一份由他喂给宝宝吃。我看着乖乖吃饭的宝宝，感慨了一句：“他好乖。”魏林嗯了一声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跟我说话了。我莫名窘迫，戳着盘子里的花椰菜。等吃完饭，魏林又熟练地给宝宝换了纸尿裤，用湿巾擦了擦他的2只小手，然后将宝宝递给我。交接的时候，不可避免地触到了他的手，我瑟缩了一下，在衣服上擦了擦。魏林晦暗不明地看了我一眼，但到底没有说什么。他又去了厨房，随后端着切成小块的水果出来，依旧是宝宝一份，我一份。我恍惚地以为自己回到了怀孕的时候，魏林也是这样。恍神间，门铃响起，乔景站在门外，笑着问我：“我做了中餐，你要不要过来吃点？”我摇摇头，表示了歉意。乔景眼神黯淡一瞬，勉强笑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我关上门回头，魏林定定地看着我，声音冷静：“沈瑜，你喜欢他？”我反问他：“魏林，你喜欢我？”魏林沉默了一会，没有回答。“你恨我吗？”“恨吗？我失去了妈妈，失去了孩子，失去了健康，我应该恨的。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恨了，所以我摇了摇头。我不恨你，只是偶尔会后悔认识你。”魏林愣了片刻，苦涩地说：“沈瑜，我喜欢你，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他说着，话语里竟透出一丝委屈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忍住笑了。“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”我站起身，逼自己不要去看还在好奇打量我们的宝宝，下了逐客令。魏林拉住我的手腕，刚想说什么，似乎意识到不对，目光缓缓落到我手腕上的2道疤痕上。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，声音沙哑：“沈瑜，这是什么？”我自认没必要跟他解释，用力想要甩开他，可他抓得死紧，不愿放我离开，又问了一遍：“沈瑜，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”我放弃挣扎，冷冷的勾唇：“2道疤而已。”“你在害怕什么？”魏林语气惊惶：“你想自杀？”好不容易平复下的情绪开始疯狂反扑。我咬着唇，想让自己冷静下来。“不关你的事，魏林，我们两清了，我不找你，你也不要再来招惹我。”魏林露出痛苦的表情，松开我的手，眼睁睁看着我关上房间的门。也许是我看错了，转头前，我似乎看到魏林的眼底出现了泪光。第2天，魏林照旧带着宝宝来敲我的门。第3天、第4天仍是如此。我不想再与他有纠缠，但他带着宝宝这块敲门砖，我就算再不愿意，也总会忍不住给他开门。魏林甚至开始将工作带过来，盯我盯得很紧。我跟他说，没必要这样，我已经不会做这样的事了。此时的魏林眼底发青，神色倦怠，已经不是我印象里冷静自持的模样了。“沈瑜，我很害怕。”他扶着额，脸上的神情说不出是懊悔还是害怕。我真怕我哪天一进来就看到一具尸体。我知道你得了抑郁症，也知道你之前辗转各地旅游，甚至你身边出现新人，我都知道，都可以等。可是沈瑜，你居然自杀。说到最后，他露出个苦笑，祈求似的看着我，就当我不存在，让宝宝陪着你好不好？你不是也很喜欢他吗？我抿了抿嘴，抱紧了怀里的宝宝。宝宝嗷呜一声，在我身上爬来爬去，还试图给我分享他手里的小零食。我感到心满意足之余，默认了魏林说的话。当晚，魏林把宝宝留了下来，这是我第1次跟宝宝过夜。思考了很久把宝宝连夜拐跑的可能性，
但我看着深夜仍驻足在楼下抽烟的男人，还是不情不愿地打消了这个想法。过了几天，魏林带着宝宝租下了我隔壁的房子，乔景正好撞到他，犹豫地问我：“他真的是你老公吗？”我看着乔景脸上的期待，坦然道：“不是，但我们确实有一个儿子。”乔景语气更急：“那你们是要和好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可能。”乔景这才松了口气，淡笑道：“那等你有时间，我们再一起去旅游。”我低低地嗯了一声，身后传来魏林的声音：“沈瑜。”我转过头，看见魏林脸色铁青，下颌紧绷，明显是不高兴了。我也不在乎他听到多少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魏林冷冷地看了乔景一眼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还在收拾家具，你过来带一下宝宝。”我不知道魏林还要跟我耗多久，但有宝宝在，我竟然期望这样的时光能再久一点。沈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我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微微颔首，随后便毫不在意地越过她回家。刚在公园玩了半天，宝宝现在兴致正高，我一个人根本抱不住。看来沈小姐还是不想放过魏总啊。女人嘲讽出声：“难道是想学你妈那样，仗着有个孩子就扒着人不放，以后还能当个见不得光的小三？”我开锁的动作一顿，缓缓转身，看着女人轻慢的脸，抬起手狠狠扇了她一巴掌。女人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凭你也敢打我？”我笑了：“小助理，你不会以为没人知道，当初给魏林下药的是你吧？”女人冲过来的动作一顿，硬生生止住了脚步。我勾起她的下巴，欣赏着她扭曲的表情。所以别惹我。魏林身边可容不下一个给他下药的助理。女人喘着粗气，愤怒地盯着我：“如果不是你，跟魏总结婚的就是我。你明知道是我下的药，还不是巴巴地把自己送上了他的床？沈瑜，你跟你那个妈一样下贱！”我冷下脸，脑子泛起针刺似的疼痛。杀了他！我想杀了他！我瞪着他，手指下移到他的喉咙。妈妈！我陡然回过神，看向怀里两只小手捏着我衣服的宝宝，他小脸紧绷，担忧地看着我，嘴里还在喊着含糊不清的“妈妈”两个字。我清醒过来，放开狼狈咳嗽的女人，转身进了屋子。魏林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，看到我面无表情的脸愣了愣，身后的女人看到魏林，强行冷静了下来。“魏总。”魏林看到他，眉心微皱：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女人态度恭敬，有意将自己脸上的巴掌印展示出来：“我是来叫您回国的，您长期待在这里，已经影响了公司的很多业务。”魏林语气冰冷：“公司的事我比你清楚，而且我记得我的助理应该没资格管我的私事吧？”女人难堪地低下头：“魏总，我也只是为了公司着想。”魏林怀疑地看着他：“你作为一个助理，手伸得有点太长了。”我看着这场好戏，勾起唇笑道：“魏林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。”女人猛地抬起头，脸色一分一分变得惨白。“在你一份离婚协议，时间定在他生下孩子之后，我会给他一笔钱作为条件，是他不能再见那个孩子。”我摁下录音，嘲弄地看着一脸铁青的魏林。“魏林，这就是原因。”窗外开始下起暴雨，被厚重的窗帘阻隔了声音。宝宝趴在床上，打着小呼噜睡得正香。魏林哑着声音跟我解释：“是我活该，可那份离婚协议领证的第3天我就让人销毁了。你签下的离婚协议，我一直没给你寄过去，也让人给你送去了新的婚戒。我以为你懂我的意思，但我没想到，原来一开始就错了。”我静静地注视他：“我没收到那枚婚戒，可你凭什么觉得你挽留了，我就一定得留下？难道你挽留了，你对我妈妈做的事就可以忽略不计吗？我的妈妈就不会死吗？”魏林沉默片刻，说：“也许你不信，可当初我收走你妈妈手中的股份，也是打算为她善后的。我在冷血，也知道她是你的妈妈，是你最在乎的人。”我眨了下发热的眼睛，问他：“所以你现在是后悔了吗？”魏林与我对视：“是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放你走，
后悔答应你离婚，更后悔当初准备那份所谓的离婚协议。明明你那个时候那么开心。我没有说话，心口泛起酸痛。魏林拉住我的手腕，悲戚地看着我。沈瑜，我们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吗？其实应该斩钉截铁地拒绝的，可我说不出口，也无法轻而易举地答应。这段感情已经满是裂缝，给彼此造成的伤害和拖累也不可能随着误会解开而修复。最后，我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在沉默中听完了整场春雨。在此之后，魏林还是没有走的意思，宝宝也跟我越来越熟悉。以前最粘的是魏林，现在变成了我。乔景看出了什么，苦笑着问我：“我没有机会了是吗？”我垂下目光：“乔景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乔景神情微顿，开口道：“说起来，我还没有正式表白，虽然你已经拒绝了，但我还是想说，沈瑜，我喜欢你。以后你要是想，还是可以找我一起旅游，一起画画。”我笑了笑，点头说：“好。”回到家，魏林又带着宝宝来敲门。我接过朝我伸手蹬腿的宝宝，笑着亲了亲他撅着的嘴。魏林唇角微勾，明天就是他1岁的生日，我想让你做件事。我疑惑地看他一眼，他拿出手机对着我们拍了张照，然后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是之前下单的金主发来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抱着孩子，满脸幸福的样子。魏林在我身边，能画吗？这是我给宝宝的生日礼物。我并不意外，答应道：“可以，记得给钱。”魏林挑挑眉：“好。”魏林意识到喜欢沈瑜是一件没那么容易的事，毕竟沈瑜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太胆小太内敛，像一只柔软的猫，跟他过往的女朋友完全不像。可他很会把握分寸，在床上热情，但下了床又会保持距离。唯一一次过界，就是问她怀孕了会不会跟他结婚。当时魏林看着他眼里的光，突然发觉，沈瑜没准是喜欢他的，可他向来冷漠，即便如此，也冷冷地表示了拒绝。然后他就找不到沈瑜了。这时他才意识到，这只猫再柔软，也是会伸爪子的。他查了沈瑜的行程，知道了她怀孕的事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他在手术台前拦住了她，以结婚为缓兵之计。领证前，他们做了财产公证，结婚协议上的每一条都似乎在跟他划清界限，可他看都不看地签了，捧着结婚证傻呵呵地笑。他看在眼里，心中也有些欣喜。但到了晚上，他还是打电话让助理去准备生下孩子后的离婚协议。他想，他不爱沈瑜，这是他们最好的结果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想法慢慢改变了。中国有句古话叫"疼在他身，痛在我心"。从前的他嗤之以鼻，觉得是无稽之谈。可当他看着她因为怀孕辗转反侧，痛得睡不着的时候，他竟然也觉得无法忍耐似的，心口泛疼。他到底不是傻子，意识到自己喜欢沈瑜的当天，他就让助理销毁了那份离婚协议。后来收购沈瑜妈妈股份的事，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，毕竟他不做，也会有别的人做。他也相信，凭沈瑜对他的信任，肯定不会出什么事。可还是出事了。他拿着刀对着自己的肚子，威胁着他帮他妈妈，即便那是他早就决定好的事，根本无需他这样伤害自己来威胁他。可他脸上满是破碎的泪，却又冷静地跟他提了离婚的条件。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整个人又惊又怒，但为了安抚他，他只能说好。后来在医院，他看见他昏迷着被推出来，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他跪在地上握着他的手，求他快点醒过来。可他醒后却连见孩子一面都不肯。他有点生气，但更多的是害怕。他想，他可能永远失去了他，但他不想放手。即便有着沈行的阻拦，他还是找到了他。在知道他得了抑郁症后，他更加不敢出现在他面前，只是偶尔带着还不懂事的魏瑜在他身后看他一眼，告诉魏瑜这是他的妈妈。后来他身边出现了乔景，他肉眼可见的快乐了很多。他的心脏被极度烧得生疼，但他安慰自己，没关系的，比起其他野男人，
他手里还多了一个筹码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他相信他的儿子会帮他追回他的老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。男友给我50块，让我准备10菜1汤，我照做了，他却哭了。男友升职在即，特意邀请领导和同事来家做客，却只给我50块钱买菜。面对我的疑问，男友一脸为难地说：“宝贝，你也知道，我得攒钱买房娶你，所以得省点钱过日子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50块钱搞个10菜1汤肯定不成问题吧？”为了能让男友成功升职，我自己贴钱安排了一个菜单。可是就在我拿着菜单来找男友商量时，却听见他抱着小青梅得意地说：“他就是个傻子，明天肯定会给我准备好大餐的。他给我省下来的钱，正好给你买你喜欢的香水。”我站在门口并没进去。第二天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，可是男友却双腿一软，直接跪了。男友赵志超把我拉着在沙发上坐下，略带讨好地说：“宝贝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下个月就可以升职了。为了让大家以后更好地配合我工作，我决定请领导和同事来家里吃饭。”赵志超一边说着，一边递给我一个红包。但是你知道的，我不认识什么大厨，自己也不太会做饭，所以我现在给你钱，你帮我置办一个晚宴，这有何难？我家里祖辈都是从事美食工作的，我自己也对各国美食很有研究，还考了各种营养师证。一桌晚宴对我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。可是我接过红包却愣了一下，这红包薄如蝉翼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够一个晚宴的钱。于是我直接拆开了红包，掏出了一张绿油油的50块。50，这不够吧？我疑惑地看了一眼赵志超，你是不是拿错红包了？赵志超在我拆开红包的瞬间有点尴尬，好像没料到我会直接拆开。见我这么问，赵志超呵呵2声，没拿错，宝贝，你也知道，我得攒钱买房娶你，所以得省点钱过日子。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家里条件那么好，我总不能全靠你，肯定也得努力攒钱才能配得上你。而且我相信你的能力，50块钱搞个10菜1汤肯定不成问题吧？我颇有些无语，可是这一顶高帽子戴下来，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赵志超见我不说话，直接晃了晃我的胳膊：“你也不用觉得压力太大，随便搞搞就行。我那群同事都是脑残货，一个个就知道吃，要不是他们起哄，我才懒得请他们吃饭呢。我都和你讲过无数次，我那群同事说的好听是同事，说不好听就是一群傻逼。我是1000个10000个不愿意请他们吃饭，有那钱我还不如给我们家宝贝买点东西呢。”见我还是没开口，赵志超叹了口气：“当然，如果宝贝觉得为难的话，那我就不请客了。虽然已经说好了，但是一切还是以宝贝的想法为准。反正取消饭局也没事的，大不了以后我靠官大一级来压他们，谁敢不听我的，我就跟他斗到底。我才不需要讨好他们，搞什么职场社交呢？”眼看赵志超已经拿出手机要开始通知大家饭局取消的时候，我赶紧抢过他的手机：“那怎么行？你之前总和我说你的同事们很坏，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，所以这个饭局肯定还是得进行的。”赵志超看了我一眼：“可是宝贝，你不是说50不够吗？我不想为难你，可是我更不想拿钱请那群白痴。”看着赵志超的脸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我来想想办法吧。”赵志超眼睛一亮，我就知道宝贝最好了。其实50虽然不多，但是大家都知道餐饮是暴利行业，你只要找那些供应商拿点便宜的菜就好了呀。反正10菜1汤，就普通的一些鱼肉海鲜就行了，不用什么暴参赤肚。反正我那群脑残同事也吃不出好赖。不过我那占便宜没够的傻逼领导爱喝酒，说什么吃饭一定得有酒，可是我之前买的酒都送给咱爸了，你得想办法弄点高端白酒来。还有些女同事喜欢喝葡萄酒，所以你也得准备点，最好再能来点餐后水果，不用太好，
最近草莓和车厘子上市，如果能有这个也不错。但是如果钱不够，你可以去菜场买那些烂水果，回来切一切就行，吃不死人就没事的。”听着赵志超越来越高的要求，我脸色变了变。赵志超这不是拿我当冤大头吗？我有些不悦地开口。虽然餐饮是暴利，但是现在最便宜的鱼也得10块钱一斤，猪肉要20，牛肉要40，这10菜一汤，就算是全吃青菜也不够，怎么还要酒呢？赵志超听出我话里的意思，他话音一转：“宝贝，其实我都是为了你。我本来还想着直接去你家餐厅请客，但是你爸妈肯定不可能收我的钱，到时候上那么多菜，全便宜我这群脑瘫同事，岂不是可惜了？毕竟那都是咱们家的钱呀。”这话赵志超倒是没说错，我心里那一点不愉快也消散了。如果赵志超真的想要占我便宜，那的确可以直接去我家的餐厅。我爸妈很满意赵志超这个准女婿，要是知道赵志超是升职庆祝，估计连这50块钱都不会收，还要好酒好菜的准备着。而且我和赵志超已经在一起快3年了，感情一直很稳定。他很抠门，但是对我却十分的大方，给我买名牌包包和化妆品，从不心软。最近我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他就更节省了，说是要买了房子才可以娶我。他又要攒钱买房，又要还车贷，没钱请客也是正常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没再犹豫，好，我会想办法，绝对不会让你丢人，更会让你的同事们吃得满意开心的。赵志超听到这句，自然又是一阵的彩虹屁，一边把我夸得天上有地上无，一边骂他的同事们。我拿着50块钱回了家，研究了一个绝对有面子的菜单，算了金额，不多不少，正好超出了赵志超预算2个0。但是想着这是为了他的以后，我并没有过多纠结。在制定好菜单和酒水单之后，再次来到了赵志超的出租屋，想着让他看看是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又或者是同事是否有忌口。可是我刚到赵志超的屋子，还没来得及进去，就听见赵志超温柔的声音从屋内传来：“青青，你知道我最爱你了，我和他在一起那都是为了他的钱，只有你才是我的真爱。”我如遭雷劈，当即愣在原地，立刻明白过来，屋内是赵志超和他的青梅竹马兼同事。孙青青得意地笑了笑：“真的假的哦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”赵志超赶紧回答：“当然说真的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给他的礼物全是假货，但是我从他手里拿的可都是真金白银，没他你哪来这么多包包和衣服？就像这次，领导给了我3000的聚餐经费，我只给了他50，剩下的2000多我可以给你买你喜欢的东西啊，还有这80块钱一斤的车厘子，这都得感谢他呢。等到周末，他肯定会准备一桌豪华的晚宴，到时候领导一开心，我升职的事情就板上钉钉了。等我升职了，我第一时间和他说分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。”孙青青笑得更开心了。我站在门口，只觉得浑身都在发抖。原来这就是我的好男友，我恨不得立刻冲进去给渣男一顿暴锤。但是看着手里豪华的菜单，我生生地克制住了，不够，这远远不够解我心头之恨。所以我不仅没有进去，反而还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周末很快就到了，我特意早早地来到了赵志超的家里，开始备菜。没多久，赵志超就带着一群同事来了，其中就有那个孙青青。赵志超本想着装样子来厨房帮我，不等我驱赶，孙青青先怒了：“超哥，你去厨房干什么？君子远离庖厨，难道你没听过吗？”赵志超本就是客套下，听了这话，自然顺坡下路的回到客厅。孙青青见赵志超回来，十分得意，跟女主人一样，直接坐在了沙发上，开始使唤起了赵志超：“超哥，我好渴，你给我倒杯水好吗？我要温水哦。超哥，我觉得屋内闷闷的，你给我开下窗好吗？超哥。”孙青青1分钟叫了80次超哥，连同事们都看不下去了：“青青啊，
你别把志超当老公使唤呐，人家女朋友看见不得吃醋吗？”孙青青这才矫揉造作地说了句抱歉，冲着走出厨房的我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姐姐不会生气吧？我和超哥从小一起长大，我都习惯了。如果姐姐生气的话，那我以后一定改。但是姐姐，如果一个女人这么管自己的男人，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呢。”我装着很忙的样子，在围裙上擦了把手。怎么会呢？你喊志超叫哥哥，那也就是我的妹妹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这是出来给你们洗点水果吃呢。说着，不等赵志超反应过来，我直接把他昨天给孙青青买的80块钱1斤的车厘子全部洗了，端上了桌。赵志超看着车厘子，眼睛都要喷血，孙青青更是气得不行。可是我却装作没看到。你们先吃，我去厨房了。在厨房忙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开始上菜。这一顿饭绝对有面子，什么红烧肉、松鼠桂鱼、带鱼、牛肉等等，应有尽有。在菜上齐了之后，我还特意拿出了红酒和白酒。喜欢喝酒的领导先是夸了夸我菜做得好，然后又闻了闻酒，这酒的超预算了吧？一闻酒是好酒啊，志超啊！你可真是找了个好女友啊！有了领导这句话，其他的同事也纷纷开始动筷。吃了几口之后，一个个都十分满意，赞不绝口。赵志超面上有光，也不记恨我刚刚弄没了他车厘子的事情，拉着我让我坐下。不等我拒绝，孙青青冷哼一声：“这桌子这么小，哪里坐得下呀？我听说做了饭的人身上都会有油烟味，闻都闻饱了。姐姐应该也饱了吧？而且做了这么多的菜，厨房肯定得尽快收拾，不然等下油凝固了可不好收拾了。姐姐还是先去收拾厨房吧，反正这么多菜，我们也吃不完。等下姐姐收拾好了再来吃也来得及吧？”赵志超2声，根本没有反驳，反而还附和道：“对，青青说的对，反正终究是你收拾，你赶紧去收拾吧。”同事们也纷纷附和，让我赶紧去收拾厨房之类的。做了一桌的菜，不让厨师上桌这种极品的事情，我也算是遇上了。不过我并不生气，反而还笑了笑。没事的，厨房根本不需要收拾什么，根本没有油污。孙青青愣了一下，阴阳怪气地笑了笑。姐姐为了上桌吃饭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不如姐姐也教教我们，怎么做饭会没有油污吧？我点了点头，哪有那么复杂呀？其实做这些吃的，只要会烧水、会摆盘就可以了。这话说出来，饭桌上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赵志超一脸迷茫：“烧水？见大家不信，我哎呀一声，我还能骗人不成？”我走进厨房，拿出来一袋垃圾，如数家珍的把里面的包装袋拿了出来。其实今天的菜，除了那些香菜、葱花是我新鲜买的，其他的都是预制菜，只需要用水加热，然后摆盘一下就可以了。比如这个红烧肉，只要5块9毛9一包，松鼠桂鱼就贵一点了，要6块多。其他菜比较便宜，众人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，说是跟被雷劈了也不为过。刚才吃的有多开心，现在就有多崩溃。毕竟现在网上的预制菜几乎都被妖魔化了，我自然也不会解释这些预制菜其实也是符合标准的了。领导颤抖地举起酒杯：“那这酒？”我自信地点了点头：“也是我调出来的。”你还别说，闻着的确是酱香的口感。我不敢喝，所以不能确定口感。本来我还有点忐忑呢，但是刚才领导你说味道不错，我想想领导平常见多识广，应该还算能入口。等下我就上拼夕夕给人家写好评去。这话说完，每个人都扔了筷子，跑厕所的跑厕所，厕所站不下了就抱着垃圾桶开始吐。孙青青刚刚吃了不少，她没抢到厕所，也没抢到垃圾桶，只能指着我怒骂：“你疯了吗？这预制菜能给我们吃吗？你作为一个女人，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简直不可理喻！超哥这么相信你，把这么重要的聚餐交给你，你却用预制菜来害我们。超哥遇上你真的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了。
赵志超扶着领导忙前忙后，等到大家都涂好了，他才有功夫骂我：“杨雨婷，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你立刻马上给领导跪下道歉，并且做出赔偿，再带我们去你们家的酒店吃饭，不然的话，这件事情没完了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忍住让自己不要发笑，表现得比赵志超还委屈。志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这完完全全都是听你的呀！这话说出来，刚刚的领导和同事更是气黑了脸。可能他们觉得我不可能自作主张地做这些事情，于是一个个开始指责赵志超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你自己的女朋友做的事情，你别想着把自己撇干净。就是要不是你女朋友单纯，直接说出了真相，我们连自己吃了预制菜都不知道呢。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你凭什么给我们吃预制菜？我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。”领导也是气个半死：“赵志超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明天就不要去上班了。”赵志超此刻濒临崩溃，一副恨不得杀了我的样子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明明让你做点好的，我相信你的厨艺才这么做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害我？我左躲右闪的解释：“我真的没有胡说呀，我还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呢。不信你们帮我把赵志超按住，我来给你们解释。”同事们此刻都憋着气，立刻就把赵志超安在沙发上，等着我出示所谓的证据。我赶紧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红包，一见到这个红包，赵志超的脸立刻绿了。我从红包里面拿出了一张绿油油的50块，跟我头顶的绿帽子几乎是一个色的。前几天志超说要升职了，所以你们逼着他请吃饭，他给了我50块钱，让我准备10菜1汤，还得有白酒和红酒。这50块钱说人民币，又不是欧元，我怎么可能弄出那么多来呢？于是只能选择预制菜了。就算是这些预制菜，我都超了好几十的预算，只能自己贴钱呢。众人几乎要气疯，领导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那调制酒太上头了，他狠狠地给了赵志超一个耳光：“我们逼你请吃饭，明明是我们1个月1次的聚餐，你说要让我们吃大餐，说3000吃出5000的标准的，结果你竟然只给我们花了50，领导那2950块呢？”孙青青脸一红，低着头不敢说话，但是却赶紧把自己的新项链塞进了衣领。看样子2900花在这里了。面对众人的指着和领导的耳光，赵志超有点崩溃的解释：“真的不是这样的，是误会呀。我这是为了占我女朋友的便宜呀。你们都知道的，她家里是开大酒楼的。之前我也曾经请客吃饭，只给她一点点钱，但是她每次都会给我贴钱。我也不知道她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害我。杨雨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”我听了这句，并不生气，反而叹了口气：“你说的没错，之前你经常请我们吃饭，在我家花100吃出几千的宴席，这次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，但是是你自己说，不是钱的事情，是你不愿意请这群白痴吃太好，我才会这样的呀。你说什么？”领导和同事们几乎都要气疯了。赵志超疯了一般的摇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这个女人她疯了，她肯定是故意害我的。你们千万不要相信，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同事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说你们呢？”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面对赵志超的指责，我不慌不忙地打开电视机，直接连接到赵志超客厅的监控。志超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不能把这黑锅给我盖上。我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，一直都非常大方，怎么可能舍不得花这几千块钱？还好家里有监控，我只要放出上次我们见面时候你说的话，就真相大白了。赵志超忘记了自己家里还有监控的事情，这下真的是怒了，他疯了一样的想要冲过来抢走我手里的遥控器，一边声嘶力竭的尖叫：“不要放，不许放！”可是他被众人按得死死的。看得出，大家也很想知道赵志超背后到底说了什么话。我很快找到了那天的监控，直接点了播放键。很快，整个客厅就响起了赵志超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赵志超是如何骂同事，如何骂领导，
如何要我用50块钱制作大餐的事情。领导长长的叹了口气：“赵志超，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。”说完这句，大家也不愿意久留，直接想要离开。赵志超有了机会，冲过来抢我的遥控器，做事还要打我。不过我手忙脚乱地操作了几下，竟然不小心放出了一段限制级的监控，是赵志超和孙青青两人在客厅的限制级表演。赵志超和孙青青当即愣在了原地，本来要走的同事们也纷纷拿出手机来拍照。我目的达成，直接给了赵志超一个耳光，说了一句分手之后就哭着跑了。回家后，我拉黑了赵志超的联系方式，并且告诉了亲戚朋友我们分手的消息。不过赵志超似乎笃定我只是在闹脾气，在半个月后直接来我家找到了我。才半个月没见，赵志超憔悴了很多，整个人胡子拉碴的，不复之前英俊潇洒的模样。他见我正悠闲地抱着猫在院子里面吃水果，当即就怒了：“杨雨婷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自己倒是过得很爽。我本来都要升职了，就因为你，害得我直接被公司开除。开除的理由还是我贪污了聚餐的公费，导致我不仅没拿到1分的补偿，还差点直接坐牢了。我损失这么多，你得全部赔偿给我。我记得你爸妈给你买了一套3居室，你现在立刻去过户给我。这件事情就算了，我们还能继续在一起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”我觉得可笑，忍不住反驳：“你也是快30岁的人，难道不知道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句话吗？你给我50，却要求5000的标准，我凭什么给你补那4950？难道我是冤大头吗？”赵志超脸色一变，更生气了：“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得就是我的，别说是4900，就算49000、499000，你都得给我。更何况这些钱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你以前也不是没给我置办过这种宴席，为什么非要这次选择最重要的这场宴席来闹事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没错呀，之前我傻，那是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不用算那么清楚，但是我对得起你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还有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如果你还想道德绑架，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你的青梅竹马孙青青，见我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。”赵志超的表情终于好了很多，他蹲下身子，不再用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而是温柔地说：“雨婷，别闹了好吗？我刚刚说那些其实都说开玩笑的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我知道你搅黄了我的升职和宴会，心里也十分愧疚，所以你都不敢来找我道歉。我不忍心就这样结束我们的感情，所以才过来找你。既然我给了你台阶，你就赶紧下来吧，我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占你便宜了。”我眼睛一转，做出一副动容的样子：“其实我怎么会在意你占我便宜呢？毕竟我们之前是情侣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但是你不光占我的便宜，还和那个孙青青搞在一起，你简直是拿我当傻子。你知道当时我看见那个视频，我多难受吗？”见我这么说，赵志超本能地觉得我是心软了，立刻举手开始表决心：“误会呀，真的是误会。那是孙青青那个贱人勾引我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论长相，她土你美；论家世，她穷你富；论性格，你甩她108000里，我又是瞎子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那天的监控就是孙青青故意的，你要是看完了，就会发现我拒绝了她。我现在也把他拉黑删除了，我永远都不会联系他。他要是敢来，我就打死他。”话音落地，旁边小屋内冲出一个人影，对着赵志超直接开始拳打脚踢。赵志超这才发现孙青青也在这里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孙青青为什么在这里？自然是为了来炫耀的了。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我家地址。”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感谢我，要不是你非要作死，我还真没办法得到志超呢。”虽然志超现在丢了工作，但是还是有积蓄足够可以东山再起的。也就是因为孙青青在这里，所以我才会让赵志超进来。
不然我才懒得搭理他呢。但是刚刚的孙青青有多自信，现在就有多崩溃。毕竟他刚刚也是亲耳听见赵志超是怎么说他的，所以他异常的崩溃，疯了一般的说：“我勾引你，分明是你说你爱我，从小就爱我，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只是为了她的资源和钱而已。你怎么能这么诋毁我？”赵志超此刻也是一个头比两个大，但是权衡之后，他还是选择我了。他狠狠地给了孙青青一个耳光：“爱你，你顶多算个我缓解生理需求的垃圾而已，我怎么可能爱你？我爱的只有雨婷一个人。”孙青青听到这里，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她捂着自己打肿的脸，朝着赵志超呸了一声，哭着跑开了。赵志超有点想追，但是还是忍住了，拉着我的裤腿说：“雨婷，你看，我真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了吧？其实我刚刚还有点担心你不跟我复合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今天让我进来，就是要让我做出决定。我现在做出了决定，我们可以复合了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叫你来的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的。在赵志超一脸期待下，我朝着屋里大声说：“出来吧。”赵志超疑惑地看着屋里走出的人。这位大叔是……不等我开口，大叔递给赵志超一张名片：“我是周律师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杨小姐委托我来找你，让你归还恋爱期间的花费，以及你欠杨小姐的钱。我们列了个账单，大概有60多万，你可以看看是否有异议。如果有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法院来解决。”赵志超这下是真的怒了：“杨雨婷，你疯了吗？我给你花的钱哪里就少了？在一起这3年，我给你花了最少也有几十万，我都没找你要钱，你凭什么找我要钱？”我笑了笑：“没事，你说你给我花了几十万，请你拿出证据来。我家虽然不是什么亿万富翁，但是几十万还是能还得起的。”赵志超正要说话，我继续补充了一句：“对了，如果你是说送我的礼物之类的，那我劝你免开尊口。我已经知道你送的都是假货了。孙青青刚刚给我看了证据，那些假货你都是通过他买的，所以狡辩也没用了。”赵志超一下子哑炮了，他拿不出证据，更无法反驳我曾经给他花的钱，只好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怎么能这么市侩？恋爱期间的花费都属于你情我愿的，你凭什么拿回去？大不了我们就去法院闹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死要钱的人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嫁得出去。”我扑哧一声笑了，没听过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吗？就算我真嫁不出去，我爸妈也足够可以让我好几辈子了。说着，我示意赵志超看看账单：“你看有什么异议吗？这钱你是直接给，还是说去了法院闹一闹再给？”赵志超看着账单，见上面真的有60多万，几乎要崩溃了：“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知道我攒了60万买房的钱，就故意想把我的钱全部拿走？我不会给你的，而且怎么可能那么多？就算真的有，你也不能拿回去，因为那些钱和礼物都是你自愿给我的。我不相信法律会站在你那边。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很牛逼，就算真去法院，我也不怕什么。情侣之间的礼物往来，怎么可能要我还得？我并不担心，而是拿出提前打印出来的证据。正常情况下来说，我肯定是要不回来的。但是你可能忘记了，你自己爱面子，每次来我家吃饭也好，找我要钱也好，每次都不肯承认自己白拿，都是说欠着，以后还。我已经咨询了律师了，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来说是算借款的。既然是借款，那就该还的。你要是不信，也可以去问问律师呢。说来也怪你自己，每次占便宜还非要顾着面子，非要说什么欠着，以后还。要是你不这么说，我还真要被你坑了呢。赵志超也算是了解我，知道我不是那种胡说八道的人。他盯着我看了半天，突然笑了：“好，算你厉害，我认输了。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我知道你的小心思了。不得不说，你演得很真实，但是我还是看出来了。我疑惑不已，
你看出什么了？赵志超笑得更加得意，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。好了，杨雨婷，我原谅你了。我和周律师对视一眼，要不是周律师也一脸迷茫，我都要以为是我自己文化程度太低没听懂了。刚刚明明是我在找他要钱，他为什么要原谅我？见我疑惑，赵志超这才解释：你真的很聪明，你故意找来了孙青青，逼着我说她的坏话，然后又让我在她和你之间做出选择。我选择了你之后，你很得意，却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和我复合，而是弄出个什么律师来要我还钱。不做这一切，不就是想要告诉我，你完全可以拿捏住我？你就是想让我知道，我离不开你。你演得很真实，但是我了解你，更了解我自己。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你不可能轻而易举放弃的。你就是想要斩断我的桃花，折断我的翅膀，让我成为你的囊中之物。所以你不用再演了，我愿意和你复合，我也愿意以后不出去工作，在家陪着你。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听着这些话，我真的很想撬开赵志超的脑袋，看看他脑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，或者把他送到科研组织，让大家研究一下他为何会这么自信。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脾气，不让自己骂人，只是闭着眼睛说：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我猜到你不会轻而易举地给钱，所以我已经去法院起诉你了。相信没多久，你也可以收到传票的。虽然我已经表明不愿意接受调解，但是法院还是按照流程给我和赵志超开展了庭前调解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赵志超才终于明白，我并不是开玩笑，我更没有打算跟他复合，我真的是一门心思只想要钱而已。赵志超一脸狰狞地看着我：你家里明明那么有钱，只是区区60万而已，你为什么要为难我？你知道这60万对我来说多重要吗？没了这钱，我还怎么买房？我还怎么娶老婆？而且我被你害得丢了工作，我没找你要赔偿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凭什么还来找我要钱？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你不觉得愧疚吗？我和周律师知道跟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，于是丝毫不退让，甚至直接站起身，说等着开庭。见我这么强硬，赵志超只能低声下气地求我：60多万我真的没有，看在过去感情的份上，我给你10万，可以吗？最后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赵志超还给了我50万，并且答应一刀两断，永远不再纠缠我，花10几万买个安宁。我也没犹豫，直接选择了答应。签字之后，赵志超一脸肉痛，忍不住又骂我不得好死之类的，说我死要钱啥的。我并不生气，只是等到他骂完了之后，当着他的面直接把那50万捐给了山区女童。我可不像你死要钱，只不过那些钱给你我不甘心而已。赵志超气了个人仰马翻，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离开。这次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赵志超。倒不是他真的那么信守承诺不来找我，而是他来找我几次都碰壁，被我爸妈打了出去，还报了好几次警，才终于彻底摆脱了他。不过因为我们之间有共同的朋友，所以还是偶尔能听到他的一些消息。赵志超在我这里碰壁之后，马不停蹄地去找了孙青青，估计是想着没了我，就把孙青青追回来当老婆。可是孙青青有了上次的教训，也看清楚了赵志超的为人，不光没有答应和孙青青在一起，还把他骂了一顿。偏偏赵志超还觉得孙青青这是嘴硬，竟然大过年的直接去孙家提亲。这么莽撞的后果，就是赵志超大过年的被打得进了医院。孙青青家里还在村里面大肆宣扬了赵志超在外面做的事情，害得赵志超很没脸。赵志超没了钱，又没了女人，觉得天下不公，可是迫于生活的压力，只能继续去找工作赚钱。可是之前吃了预制菜和调制酒的同事和领导们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在行业内直接把赵志超的为人和处事说了出来，把赵志超本就不太好的名声更是弄得狼藉。赵志超找不到工作，
负担不起车贷和房租，最后只能回到了自己最瞧不起的老家，找了个底薪的工作，苦哈哈的过日子。听说每天不是怨天尤人，就是炫耀自己曾经有2个女朋友，导致连朋友都没了。而我则是去了家里的餐厅帮忙，把感情上受到的打击全部放在了工作上。毕竟男人会骗你，钱可不会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